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？这里比较安静，我怕我一会儿说话会太大声。你想干什么？善长，有些话我们今天就直说了吧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对你来说，韩尚能保持现在这个状况就已经很好了。有我牵制韩露，你也就稳稳的可以把韩尚抓在手里。你希望我们两个安分守己，千万不要给你惹是生非。梅梅，你知道就好。我终于知道，我知道我只不过是你安排在韩尚的一颗棋子，一个卧底。而这颗棋子，这个卧底，永远都没有出头的日子。你一直在利用我，对不对？梅梅，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。你把感情融进了合作，难免就会心里不平衡。你得不到你想得到的，就迁怒于我。可是你答应我的。我答应你的，我从来没有否认过。但是你要等候时机呀。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兑现你答应我的？我答应你一定会兑现。只要你有办法把韩露赶出去，韩尚的主编就是你的。把韩露赶走，这个话我听了无数遍了。可是我今天听起来却是这么可笑。为了对付韩露，我费尽了心思。可是你呢？你一旦看我占了上风，你就帮韩露说话。说到底，你根本就不想让韩露离开韩尚。梅梅，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。我是想让韩尚的翅膀再硬一点，影响力再大一点。再交给你，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主编了。你何必要抢着去挑这个重担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一直忠心耿耿。你说一，我从来不做二。我为了你，我付出了多少努力？我为了你，我付出了我自己的青春。我为了你，我肩负着骂名。这一切，我都忍了。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应该心知肚明。可是你到现在，你为什么你还要骗我呢？梅梅，你现在再讲这些毫无意义。何况这么多年，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这一切都是凭我自己努力得来。从一个小职员到广告总监，我每样做的不是尽心尽力，我有给你丢过脸吗？你要再这么蛮不讲理，我马上就走。我够了，我受够了！你一直在利用我，你一直在欺骗我。以前我不想相信，我也不敢相信。可是你到现在还在欺骗我。以前别人告诉我，我还帮着你说话。我到今天为止，我才发现我自己有多傻。梅梅，你太激动了，我的话你一句都听不进去。我们改天再谈吧。住口！站住！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要离开韩尚，你会挽留我吗？你想辞职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再问你，你会不会挽留我？既然你去意已决，挽留不挽留，还有什么分别？沙峰，
恕，我要离开你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乔总监，你怎么了？难道又有狗仔队去偷拍乔总监了？或许，说不定这一次的主角就是乔总监。唉，看来在海上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即将成为明星，除了我们俩。上班时间不许窃窃私语。天哪！刚才夺取的是陈学长还是猫王啊？是被猫王做题的。这韩社长，天哪！最近大家都怎么了？姐，上峰真的那么无情无义啊？史轩，帮我找夏寒山那份策划书。哦。什么事啊？曹总监的快递。哎呀，乔总监忙着呢，别在这添乱了，快走。哦。你说你这个样子，你就干脆请假在家不要来上班了吗？你坐在办公室里戴着个大墨镜儿，你不是欲盖弥彰吗？喂，小周啊，你出来一下。钱董，您好，韩露。对，听说您要移民加拿大了哦。有时间吗？下午我想请您喝杯茶。尚董，你说找我有急事？小周，最近工作还顺心吧？挺好的。从你一进杂志社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有能力、有个性又正直的人，是个做大事的人。尚董，您说的急事是？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作为一本杂志，创新和活力是最重要的。说到活力，就得靠你们年轻人了，而且公司也想给你们年轻人多点机会。其实，我一早就把你当第二梯队人在培养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您的意思是？你们这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女孩子，要发展事业，一定要有人帮助跟提携，指点你们一个方向。要是走错了一步，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啊。尚董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我决定提拔你做韩上的副主编，协助韩露的工作。副主编？你不要惊讶，副主编任重道远，你要做好精神准备啊。
尚东，我恐怕胜任不了，你还是……机会难得啊！你们年轻人就是要在压力中才能成长。你今后主要的工作就是直接对我负责。杂志社的情况，你每个星期跟我汇报一次。尚东，我明天任命书就会直接下发到杂志社，你只要到人事部门办个手续，就可以上任了。乐总监，忙着呢。啊，先生，不忙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我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。我今天这身打扮，哪儿有不妥吗？陈社长的品味还真就不一般，不一般。这都是我按照咱们杂志上的图片买的衣服，我也不知道我穿着合不合适。哦，陈社长今天穿的这么酷，有约会，有约会。猜对了，我今天约了一个女孩子，我们去看话剧。哦，我知道谁。低调，一定要低调。作为公众人物，我不想我的绯闻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。主编，什么事？今天尚总找我了。啊，他说想让我做副主编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。我跟他说我不行，可是他不同意。要成功，机会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一定接受。主编，我做不来的。你第一次进这间公司的时候，我从来没听你说过一个不字啊。好好的做。如果你真的能独当一面的话，那你真的能够把我解救出来了。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20几年了，真的很累。佑叔说的对，是时候该退居幕后了。主编，你还好吧？